机场一个交通中心，这边应该是1楼。这边你看可以搭乘这些电梯从负1楼一直到3楼。3楼呢是出发，1楼呢就是地面交通，负1楼呢是地铁。我将从这边呢去找一个公交站，虹桥枢纽4路可以经过七宝。我送完人以后呢，准备坐的这些公交车去一下七宝镇转转。车已经来了现在我们上车去。2楼的，对下去。现在市区嘛，市区我刚刚呢，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个公交站下了车，从机场过来大概有5-6个小站现在呢已经到了七宝老镇的附近。我这边正好向前走走我现在呢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眼前的这条南北大道呢就是7星路。而我的左手这边开始呢，就变成了沪深公路，马路的对面开始就是漕宝路，正对着呢就是这个万科的商业中心，门前呢在进行施工，估计呢是嘉闵线的地铁要从这边穿过，将来就会形成一个枢纽。这边呢是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周围还是有一些商业中心。但我现在呢要从万科这个末里面穿过，这样呢可以走一条近道去到七宝老镇。这个商业中心呢，它的造型像一个飞盘或者说一个飞碟，还是有点点科幻的设计现在进到里面我的右侧呢是一个巨大的 Apple Store， 因为经济的不景再加上一些民族意识的渲染，像这些舶来品包括苹果在内的一些品牌呢，都成了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但是呢，因人而异，你只要看到这些商店还存在着，就说明还是有相当的粉丝拥趸。今天应该是礼拜6，看到这个商场里面还是人头攒涌，可以看到 Zara， 也有 Chanel， 当然也有特斯拉这样的门店和展示厅。看到那么大的人流今天七宝老镇里面应该是人头攒动吧。在万科这个末的边上呢，搭了一个展示厅这边展示着中国的一代新的电动汽车，理想一些车款。前方这个学校呢是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2中学。你看街头这里哨声、喇叭声，更多的呢是人流。从这边步行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就可以来到七宝老镇的大牌坊了。前方这条老街呢，名字很年轻，叫青年路。边上呢有一些中医药的商店，也有一些老品牌的首饰店，导致和老镇的氛围有点契合。走到老镇的古街呢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就很习惯的那种花岗石的石子路。看来今天游客真的挺多的，但这条青年路两边的这商店呢，老实讲并没有什么特色，就像一个普通街道的那些普通的商店，只是呢稍稍的把一些沿街的建筑做了一些改造。
都没有1-2分钟呢，就已经来到了七宝老镇。这边呢有一块碑啊，专门介绍七宝的传说。这些呢，我想网上都有，我就不在这边跟大家费口舌了。倒是很多人现在利用这个七宝老镇呢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做抖音的背景。现在我正对着呢，就是七宝老街的一个牌坊啊。这个牌坊看上去还是蛮好看的。我背后呢就是七宝老街的这个牌坊，我们就从这个牌坊里面走进去看一看。正对着呢就是一个非常传统、味道很浓的，应该是个钟楼吧。古镇的入口呢，还有一些假山，一些园林的布置啊，中国江南特色的风格。从这边随便找一条路进去呢，都是热闹的商业街道。这里叫南北大街啊。看看我们从这个南北大街呢来逛一逛。哇，今天人很多呀，几乎到了走不动的地步啊。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的小店，比方说你可以找到你的名字，你可以找到一些手串，当然你也可以一些生活化的，像这种酱菜铺啊，卖中药的这种店铺。还有就是江南丝织品的一些名店，银匠。我听到这条街上的介绍，还有英文的介绍，但是一眼望过去没有一个老外的面孔。有的是卖一些中式的服装，可以把它称之为民族服装啊。现在有一种复古风。现在这种文创店是越来越多了。这里有一个棉织坊，是以前江南啊以这些丝织品、织布行业著称的。这边有一个门洞啊，叫北栅口。现在从北大街啊，就来到了一条河边。这边呢更加的热闹啊，有很多的餐馆。阿姨，你们几位啊？你看啊，我的右侧呢叫天香楼，写着100年老店。这边呢是我们以前经常喜欢到这边来买一些小吃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到这个小店门口来逛一逛。江南人呢喜欢吃米制品啊，所以这种年糕啊、粽子啊，各种各样的当地的小吃。像这个季节呢，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青团，当然也有八宝饭之类的。人太多，我就这个看一看。而我正对着呢是七宝老饭店。你看这个老饭店非常漂亮啊，完全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物。今天游人如织。你看沿河的长廊啊，坐满了游人。包括还有结伴而来的小朋友。这边呢也有一些卖这种文物的小店啊，但是真假难辨，皮影戏。就这些房子啊，这些街道啊，即便是走一走，你也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一种文化韵味。
这边有一位张冲人纪念馆，想必都是当地的一些名人。这座桥叫西石桥，清道光18年建的一座老桥啊，当然肯定是重新翻建过的。看到这条河冲啊，已经整理得很干净了啊，但是呢，这些清水的平台啊，看上去都是新建的，少了一些古色古香的味道。而我的对面呢，就是老镇里面了。你看啊，一座一座的拱桥，非常的漂亮的形态啊。这些河边的餐馆挂着红色灯笼，对面呢还有一个赏心院，专门听评弹的地方。这些呢都是江南文化的精髓啊，可惜现在大家能够欣赏这种吴侬软语讲的评弹的人呢已经不多了。河边呢不只是餐馆，更多呢是开了一些茶馆，明码实价啊，几十块钱一位，你可以在河边喝茶，消磨一个上午。你想，这些应该都是茶馆，在河边依河而坐。当然，这个茶馆里面也提供咖啡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些上海的伴手礼。更多的人呢是选择在这些长廊买一些东西，坐在这边随便吃一点。在这座桥的旁边呢，你看啊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。从这个北大街啊走过这座桥呢，就是南大街了啊。现在走过这座石板桥，那我们可以还是来看一看啊，这条河冲的优美的姿态。我这边吃了。河边呢，又是一座百年老饭店——唐桥饭店啊。对面呢也是，坐在楼上看风景啊，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休闲的方式。西宝古镇的砖雕，上了点年纪的人呢，更有怀旧的心态啊，更愿意到这边来坐一坐。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的游客呢，可能会被这边太多的人呢所吓到。你要想在这个古镇里面啊，很清幽的闲逛一圈呢，看来并不容易啊。拐进来呢，就可以来到清水的河边，从这边呢来观望一下
对面的酒楼，名字非常好听，听雨阁。这边呢应该是一个茶馆，大家可以凭栏而望边的河边的景色。看来这边基本上都被那些茶馆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。走到这边呢，就基本上已经走出了这个小镇了。这里叫南西街，这边呢更像是老百姓的生活的街区。那地方还要讲钱。那放了超过10个月。特别大，它还有更大了，我就跟饺子一样大，不是那个火字啊。谢谢。这边呢，其实已经到了老镇的外围了。你可以看到，这边虽然也是商市林立，但是明显的这些房子呢，都是后面建的一些仿古的建筑。像来自黑龙江的味道呢，还有其他省市的一些风味的餐馆，像这种四川菜啊、西北菜啊，都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老镇。看到一条小胖狗。
整座老镇呢还在缓慢的、慢慢的扩展之中啊，当然主要是为了生意。这些边上的河冲呢，现在都在进行维修，有些地方呢在进行一些美化。在这条河冲边呢，前方就是有个南七宝寺啊，正对前面的呢就是七宝教寺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七宝寺。可以看到啊，这边盖了一些房子，应该是一些居民楼吧，全部都弄成那种算是江南风格的民宅。河边呢有很多这种小车啊，其实就是电动的3轮车，可能是运营的吧。这里是修缮过的河边的一个小平台啊，我相信呢，这条应该是叫普惠堂，前面那条呢应该是北横津。总之呢，就是2条著名的河冲啊，在这边相交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对面还是有很多的民居。这些民居呢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啊，还是保持着老百姓的原来的生活的面貌。但我相信，在这个之后啊，新一轮的古镇的扩建之中呢，这些房子也会慢慢会被征用，或者呢修复一新。看到这边有个餐馆叫西园里，有馄饨、面条、小笼汤包等等。这个糯米糕哪能买法子啊？8块钱一个。是吧？这个百年酱园，就是腌制这些酱菜的小店，榨菜，各种各样的泡菜。我就是往后面那边去看的话，我都能看到了，是吧？门口一个大大的酱字。这条纺车街边上呢，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拱桥啊，叫普惠堂桥。那么这条桥呢，就是横跨在普惠堂上面的一座桥了。七宝古镇呢，主要是横跨在普惠堂上面的一个水乡古镇。另外一条北横津呢，也从这个古镇啊穿城而过。对面还有一个宝丰饭店，始于1912年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都是超过100年的老招牌了，老饭店了。小的嘛生呀。大家菜了，吃我菜。来牛肉要吃吗？
估计多少呢？大辣焖米线，2切拉面2碗。这旁边总是拿那个带过去啊。有没有宁波的咸汤圆？来一个肉的，2个芹菜的吧。好嘞。这是一家小店，叫七宝上海汤团店。来尝尝这边的肉汤团和芹菜的汤团。还是老味道啊，很不错的味道。看着街边啊，很多的卖吃的店铺，真的选择困难。来，你看吃。我觉得还是吃回老味道，吃了几个吃饱的肉馄饨和芹菜馄饨，感到身体暖暖的。但其实呢，这边还有很多传统的小吃啊，像这种我们叫油墩子的，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吃，但是上了点年纪呢，对这种油炸东西啊，就敬而远之，尽量要控制一下。哇，你看这边的人气齐放。这边人家都有让下车前面拿。这边上海传统的糕点。小时候很喜欢的这种零食，还有这边的干菜酥饼。这边呢是南栅口，刚刚从北栅口那边走过来啊，就不管是南栅口还是北栅口啊，这边的街道真的上月苍望，看来老百姓对那种传统的地方还是情有独钟啊。每次逛这老镇呢，你要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啊，就是人很多，南来北往的人，全国各地的游客，讲的南腔北调，有一些举止呢未必很文明，有些说话的腔调呢你不一定喜欢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它就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啊。现在呢，我向古镇外面的方向走出去了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雕墙里面啊，这种有着类似马头琴这样的屋檐的房子，应该这是周围的民居。就在这样的一条小街上呢，慢慢的走出这个老镇。